随着萧炎来到中州，四方阁的四大尊者便震撼登场，一起来看看四位尊者的结局吧。第一位，风尊者，实力4星斗尊。风尊者名为风贤，星陨阁的副阁主，他在四大尊者中实力最强。当初雷尊者还是一名斗宗时，风尊者便拥有了不弱的名声。在早年时期，风尊者家族遭遇灭门，唯有他一人被药老救下。后来两人在生死搏杀中建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多年后，他们建立了星陨阁，凭借药老大陆第一炼药师的名声，加上风尊者圆滑的管理手段，星陨阁越做越大，就连魂殿都不愿轻易招惹他们。接下来，随着时间推移，风尊者凭借阴阳玄龙丹成功晋升斗尊，而以他与药老的双斗尊组合，星陨阁一跃成为了风雷阁、万剑阁、黄泉阁之间的四阁之首。可惜好景不长，伴随着药老的失踪，风尊者悲痛欲绝的同时，一直满大陆的寻找。为此，他还多次与魂殿交手。时光匆匆，岁月如梭，直到四方阁大会，当他从萧炎口中得知药老下落时，风尊者情绪震动，甚至不惜与风雷阁全面开战，也要保下萧炎。几年之后，风尊者与萧炎集结了一堆斗尊，大闹魂殿，救下药老。随着药老复活以及天府联盟的建立，风尊者便开始退居幕后，帮药老萧炎管理联盟的一些事务。毕竟后期敌人越来越强，风尊者的实力不足以支撑他在正面对抗。在斗破结局，风尊者达到高级半圣。而后，随着萧炎与药老在大千世界混得风生水起，以他们之间的关系，风尊者突破斗帝不成问题。第二位，雷尊者，实力3星斗尊巅峰。雷尊者是风雷阁阁主凤七儿的老师，他在四大尊者中实力第2。风雷阁是中州北域的老牌强劲势力，加上其攀上了天妖皇族做靠山，如此他们几乎可以在北域横行无忌。萧炎第一次与雷尊者见面时，他还只是个1星斗宗，连被雷尊者出手的资格都没有，而他们的恩怨也从此开始。第2次见面时，萧炎实力达到1星斗尊，还成为了星陨阁的少阁主。此次在兽域争夺机缘，风雷阁霸占了星陨阁的营地，还打了星陨阁的人。为此，萧炎带上一群人前去讨要说法。在风雷阁营帐外，费天一脸讥讽地看着萧炎，哎呦，带这么多人来，是准备找场子吗？萧炎闻言，斗尊才能施展的崩塌空间瞬间令费天所处的地方凹陷下去。刹那间，斗宗巅峰的费天口吐老血，身形还被砸进了中心营帐。雷尊者，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吗？哗嚓一声，营帐爆裂，雷尊者忍无可忍的身形飙射而出。小辈，当年本尊看风尊者面上饶你一命，今日你还敢上门来搞事？虽然雷尊者嘴上这般说，但其心头却是无比震动。短短3年，这小子就从1星斗宗暴增到斗尊层次。萧炎淡笑瞥着后者，雷尊者说笑了，当年你那弟子凤青儿技不如我，这可与你的大度没有丝毫关系。雷尊者听完，脸皮抖了抖，我倒要看看，以你这刚进入斗尊的层次，今日能把我怎样？语罢，天妖皇族的附庸族群、大地虎族与银月狼族的族长皆是力挺雷尊者，顿时风雷阁一方就有3名斗尊强者。瞧得敌方强大气场，萧炎却是冷哼一声，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从这里滚下去，否则躺着下去。声音一落，萧炎身后3股更加恐怖的气息也是暴涌而出，他们分别是3星斗尊巅峰的小医仙与天火尊者，还有熊战。4名斗尊，这星陨阁啥时候变得这么猛了？雷尊者面色陡然一变，这般阵容真要打起来，他们定然没有胜算，搞不好要被强行扔下山峰。思索片刻，雷尊者强压心中怒火，他便带着风雷阁的人马灰溜溜地扬长而去。你给我等着，今日的场子本尊迟早会找回来的。萧炎听完讥笑一声，小子随时恭候。此次的交锋，萧炎已然能平视对手，甚至以他完整版的天火3玄变、3000连心火等等手段，都有极大几率能完胜雷尊者。第3次见面时，天明宗、冰河谷、风雷阁组成冥河盟围剿星陨阁，在危机时刻，萧炎突破1星斗圣，大败来犯之敌。之后，星陨阁对冥河盟开始攻城略地，不久，萧炎便杀到风雷阁的总部，而后他手掌一动，一火就把整个雷山笼罩而下。惊咳几声，雷尊者口吐老血的身形悬浮半空。他没想到，当年可以随意捏死的小斗宗，如今已经成长到了他高攀不起的地步。不多时，星陨阁长老禀告道：“少阁主，你要打听的韩家有消息了。他们长期被风雷阁打压，家族的势力缩小了90%，处境相当凄惨。”萧炎闻言，怒火重烧，顿时他一掌拍下，直接把使劲逃窜的雷尊者拍成一滩肉泥。至此，萧炎与他的恩怨彻底了结。第3位，剑尊者，实力3星斗尊。剑尊者是万剑阁的阁主，他在斗破中的戏份极少。
在四方阁大会时，他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而且还帮萧炎说过话，因此他的结局应该会比较好。第4位，黄泉尊者，实力2星斗尊。黄泉尊者是黄泉阁的阁主，他在斗破中也极少出场。不过由于其在四方阁大会上刁难过萧炎，估计后期萧炎组建的联盟在势力扩张中便顺手把这种阴险势力给灭了。